2022年，中国铁路仅在半年内就亏损了800亿。如今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负债金额已达6万亿。难道中国14亿人都无法养活中国铁路？据统计，中国铁路在上半年的营业总收入为4800亿元，净利润亏损达到了804亿元。就连最赚钱的京沪高铁都亏损了近10.2亿元。为啥国家铁路每年都收入上万亿元，却还是赚不到钱呢？这个问题还要从铁路高昂的前期费用说起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止2022年6月底，中国的铁路运营总里程已经达到了15万公里，覆盖了全国81%的地区。但在如此惊人的数据前，自然也不能忽略了中国铁路的巨大投资成本。要知道，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，铁路建设成本也会有所不同。例如川藏铁路地处高原腹地，环境恶劣，地势复杂。为了修建这条全长近1000公里的铁路，其总投资就高达3000多亿元，折算后每公里的造价就高达了3亿元。还有青藏铁路，因为铁路海拔高，有近550公里的路段不得不经过冻土层，而冻土层对铁路带来的病害是十分严重的。如果不能解决冻土膨胀的问题，更容易就会出现地基塌陷、铁道变形的问题。为了确保青藏铁路的安全，就必须在这段长达500多公里的铁道两侧插上1.5万根的热棒，而一根热棒的造价就已经高达20万元。此外，铁路里程的不断增长也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人工维护费用，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火车带来的动力，都会对铁道产生一定的磨损，这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维护。在2011年间，我国铁路的维修维护的市场规模就达到了224.2亿元，2020年又增长到了1006.9亿元，这还不包括基本的运营消费。可见，铁路维修的费用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其次，中国铁路属于公益性铁路，赚取的也并不多。我国铁路修建的主要目的本身就是为了保障交通需求，在几十年间，国铁的票价甚至没有出现过太大的涨幅。比如1996年从北京到武昌的列车票价大概在260元左右，直到2020年，票价却依然保持在280元左右。而且我国铁路运输政策也规定了，学生、军人等特殊群体在购票时也可以享受到优惠政策。除此以外，国铁为了扶持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，也会低价运输，在救济赈灾的物资也会无偿运输。再次，自疫情爆发以来，中国铁路就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中国国铁集团的总收入主要分为客运收入和货运收入两部分。在2022年上半年，国铁的货运总收入大概在2340亿元左右，比同期增长了 9.6%。但在疫情的影响下，北京、上海等地区的疫情防控政策越发严格，许多人在非必要的情况下都避免出行，旅客数量直线下滑。据统计，京沪高速铁路在2019年间全线运送旅客人次达 2.15 亿人，但在2022年上半年，京沪高速共运送旅客仅有 625.3 万人次，营收更是低至 79.28 亿元。要知道，曾经的京沪高铁是全国高铁平均客运强度的 2.4 倍，可见新冠疫情对国铁的打击有多大。总而言之，我国的铁路在建设之初就是为了方便群众出行，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，并不是刻意将盈利作为修建目标。